大家好，欢迎来到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的第2集绘图工具与方法。在上一集中，我们聊了复原山海图的意义，以及传统研究方法为什么难以取得突破。今天我们将正式进入操作环节，带大家一步步了解我是如何利用现代工程制图与地理信息技术，把古书中的文字变成可以直观呈现的地图。这一集我们会讲得非常细，从总体思路到所需工具，再到实操方法，最后还会分享绘图过程中最容易踩的坑以及如何解决。内容很密集，如果你也想自己动手复原一段《山海经》，这集将是你的核心参考。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探索《山海经》的奥秘，记得点个赞并订阅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后续更新了。我们知道《山海经》分为五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与一个单章的海内经。五脏山经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五脏山经简称山经，其对地理方位、距离以及河流的描述最为具体、最为细致，而其余各经的描述则十分粗糙。所以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复原五脏山经。我们并不知道山经到底描述了哪里的地域，所以我们只能从《山海经》的文字中去寻找答案。美国人莫兹 Henriette Mertz 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思路。他的方法是，《山海经》的技术中让你向东走，你就向东走；让你走300里，你就走300里，看看会发现什么。可惜的是，莫兹仅有东山经，而且他从未到过中国，所以他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东山经讲述的是美洲大陆上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以及海岸山脉。尽管这个结论是错的，但是这个研究方法却值得借鉴。这种方法强调跟随《山海经》中的指示和描述，实地考察并观察，以发现可能存在的对应地点或地形特征。因此，复原山海图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严格按照五脏山经中的描述，用 AutoCAD 绘制一个概略图。而在绘制之前，我们还需要确认五脏山经的技术有没有遗漏，有没有复原的可能性。这里我按照山经的描述，把书中的里程数和山的数量做一个统计处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统计得到的里程数和书中的描述不尽相同。依然以南山首经为例，南山经之首曰阙山，其首曰招摇之山，右东300里曰唐庭之山，右东380里曰元义之山，右东370里曰扭阳之山，右东300里曰底山，右东400里曰禅园之山，右东300里曰基山，右东300里曰青丘之山，右东350里曰基尾之山。凡阙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基尾之山，凡10山，2950里。南山首经的总里程应该是300加380加370加300加400加300加300加350等于2700里，但是书中自己的统计却是2950里，差了250里，甚至书中自己的统计数据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南山经中记载，南山首经总长2950里，南次二经7200里，南次三经6530里，加起来应该是16680里。然而书中自己的统计却是16380里，差了300里。笔者认为这些数据差异可能有下列几个来源：一、山海图本身的测量误差；二、山海经作者在阅读山海图的时候看错或者抄错了一些数据；三、山海经最初是记录在竹简上的，如果竹简散裂，后人重新拼接时有部分竹片遗失，也可能把次序搞错；四、历代以来经过重重誊抄，难免写错数据；五、累积误差。以后的视频我们将对这个问题做详细解释。在表格中，负误差意味着数据缺失，这很可能是竹简遗失造成的；正误差说明数据溢出，这可能是竹简在重新编纂时放错了位置，也有可能是后人抄错了数字。
可以看到，武藏山经一共记录了26次经历和451个地点，即山、丘、流沙等。26次经历中，里程误差大于 10% 的有9次，占 34%。不过，除了中山首经、三经和12经以外，其余各山脉的误差范围都在 16% 以内。而且，武藏山经全文总计的误差仅为负 7.21%。据此，我认为这个误差可以接受，对复原山海图的影响有限。另外，武藏山经全文的总误差为负7583里，而中山首经的误差就达到了负5733里，占总误差的 75.6%。中山12经的误差有负951里，占总误差的 12.54%。南次三经的误差有800里，占总误差的 10.55%。这三者一共占总误差的 98.69%。这个结果说明，因为误差太大，我们可能无法完全正确还原中山首经、中山12经以及南次三经。但是反过来，因为这三者占据了误差的绝大多数，其他经历的误差就非常小了。其他山经保存的信息越完整，则越利于整体复原。按照我们的分析，山经有复原的可能性。下一步就是遵循地图的制作规范，确立一些复原的原则。原则1，武藏山经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比例尺。原则2，山经里关于方位的描述大致正确。原则3，山经里关于里程的描述基本正确。原则4，山经与山经可以相交，但不能形成十字相交。原则5，河流与河流可以交汇，不能十字相交。有了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在 AutoCAD 上着手绘制武藏山经概略图了。打开 AutoCAD Academe Version， 设定1 unit 等于1里，设定东南西北个向分别为向右、向下、向左以及向上，用小圆圈表示山及地点。按照书中所述方位和距离画出各山之间的相对位置，最后用直线断一次将各山连接起来，如此便能得到一条经历的具体走向。如法炮制，便可以绘制出武藏山经中所有的经历。这个操作十分简单，一个 AutoCAD 的新手都能立刻做到。这是西山首经的走向，西次2经的走向，西次3经的走向，西次4经的走向。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方法绘制的武藏山经中东南西北诸经的走向。注意，此图中没有包含中山各经，如此散乱的、没有相对位置的走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武藏山经中各山与河流的相对位置关系来确定各山经与河流的相对地理位置。例如，北山首经是一条南北向的经历，一共经过25座山峰，有5条发源于北山首经的河流向西流入一条叫做河的河流。从南向北，这5条河流依次为桥水、潇水、伊水、雨水以及子水。书中说道，右北400里，曰桥明之山，桥水出焉，溪流注于河。右北350里，曰卓光之山，潇水出焉，而溪流注于河。右北380里，曰国山，伊水出焉，溪流注于河。右北400里，至于国山之尾，雨水出焉，而溪流注于河。右北280里，曰使者之山，子水出焉，而溪流注于河。以此判断，北山首经西侧必然有一条叫河的河流，其流向与北山首经平行，大致为南北向。西次4经前段也是南北走向，有6条发源于西次4经前段的河流向东流入这条叫做河的河流。从南向北，这6条合一次为曲水、汝水、汤水、诸次之水、端水、生水。书上说道，北170里，曰深山，曲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北200里，曰鸟山，汝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右北120里，曰上深之山，汤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右北180里，曰诸次之山，诸次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右北180里，曰浩山。端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右北220里，曰虞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样一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条叫做河的河流的某一段处于北山首经与西次四经前段之间。接着，按照书中的描述，就可以在相应的大致位置上画出其他的河流、湖泊与海。西次四经到北山首经这一片区域的山川河流大致如此图所示。按照这个方法，通过山河湖泊与海的相对位置关系，就可以画出一个大略的武藏山经地图。根据书中所提供的数据的详细程度，各山经的位置确定的程度也不同。第一类山经基本可以确定位置，包括北山1、2、3经、西山1、2、4经、中山1、2、3、4、5、6、7经，共13条。第一类占全书26次经历总数的 50%。第二类山经信息不全，但可以大致确定位置，包括西山3经、东山1、2、4经、中山8、9、11经以及南山1、2、3经，一共10条。第二类占经历总数的 38.5%。第三类山经没有任何参照信息，很难确定其相对位置，包括中山10经、中山12经和东山3经，它们占经历总数的 11.5%。也就是说 88.5% 以上的经历都可以大致确定其相对位置，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为我们后期找到各山经的准确位置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如果读者对中国地理比较熟悉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此图与中国地图非常相似，尤其图中描述的最详细的北次诸经、西次诸经和中山1至7经的地域，与河南北部、陕西东部以及山西南部的地形几乎一模一样。书中所述的河水、渭水、洛水及伊水也和现在的黄河、渭河、洛河以及伊河的位置、流向几乎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河水、渭水、洛水及伊水就是黄河、渭河、洛河以及伊河的古称。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地理书籍，描述的是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古中国的地理环境。我们已经确定武藏山经描述的是中国的地理状况，那么这些山经中的地点到底表示的是那些山峰呢？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必须明确山海图的比例尺，其次要找到这些经历的起止地点，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仔细观察这两张图，我们发现北次3经的走向与太行山脉基本一致，其与黄河的位置关系也与太行山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北次山经就是沿太行山行走的经历。太行山南段为东西走向，东段为南北走向。太行山整体呈现一个反 L 形状，河南省新乡市则是这个反 L 的拐点。这个显著的特征可以作为我们测量和复原山海图的一个锚点。另一个锚点则是南太行山的起点，山西省运城市。我们按照莫兹 Henriette Mertz 的方法，以运城市平陆县张店镇为起点，沿太行山南段向东行走，按照北次3经的描述，就可以在实际的地形图上画出此段路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更精彩的部分，在继续之前，请帮我点个赞，这会让我更有动力把研究成果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细心的观众此时可能会发现，这张图绘制的走向似乎并不严格按照《山海经》书中的技术。你们说对了，在不改变各地点之间距离的原则下，我对北次3经前半段的走向做了细微的调整，以符合太行山南段的实际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实际的山脉走向并不完全符合正东、正西、东南、西南这样的方位，总会有所偏差。而古人在描述中并没有精确的方位叙述，这就造成了误差。武藏山经中提到了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共8个方向。按照我们之前建立的直角坐标系，东方为向右的方向，北方为向上的方向。那么各方向的方位角为东0度、东北45度、北90度、西北135度、
西180度，西南225度，南270度，东南315度。但是《山海经》除了8个方位，并没有更精确的描述。那么这8个方位就一定有一个范围。简单划分的话，各个方向应各占据正负22.5度，共45度的方向范围。但是考虑到古人的测量手段比较原始，而且对于方位的语言描述较为粗糙，所以我对各个方位重新设定为正负30度，共60度。如此一来，相邻的方位会有15度的重叠部分。这幅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的就是重叠的方位。例如110度方向可能为北，也可以为西北。我们以一张 Google Earth 的截图为底，按照这个方案，在其上调整了北次三经前段的走向之后，得到这张图。走向调整除了要符合实际的山脉走向以外，还要符合书中对河流的描述。例如，书中讲到右东300里，曰阳山，流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这就要求阳山附近必须要有一条向南流淌的河，这条河最终应流入黄河。而按照我们绘制的北次三经在南太行山的走向图，阳山大致处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新城镇一带，恰好有一条濠清河发源于此地，并向东南流入黄河。由此可见，流水就是现在的濠清河。依照此法，我们在 Google Earth 上可以找到北次三经在太行山中的对应的河流，并且各河流的流向与山经中的描述大致相符。例如，决绝之水发源于龙侯之山，向东流入黄河。龙侯之山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四郊镇一带，而此地有四郊河发源，并向东流入黄河。决绝之水就是四郊河。调之水发源于咸山，向西南流入长泽。咸山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一带，有素水河流经此地，并向西转向西南流入运城盐湖。调间之水就是素水河，运城盐池呈长条状，可将称之为长泽。高水发源于荆山，向南流入黄河。荆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镇一带，有沁河流经此地，并向南流入黄河。高水就是沁河。丹水发源于崇尾之山，向南流入黄河。崇尾之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子陵镇一带，有仙神河发源于此地，并向南流入黄河。丹水就是仙神河。枣林之水发源于蓬皮之山，向东南流入黄河。蓬皮之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寨豁乡一带，有大沙河发源于此地，并向南流入黄河。枣林之水就是大沙河。其水发源于巨鹿之山，向南流入黄河。巨鹿之山位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南村镇一带，有百泉河发源于此地，并向南流入黄河。其水就是百泉河。此图中实线表示该河流符合现有的河流及流向，虚线表示《山海经》中描述的流向与现实不符。我们注意到，有一些河流的中下游的流向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造成这一现象有2个原因：一，几千年来，河流的自然改道加上人工运河的开凿，使得平原地带的部分河流的流向已经与上古时代不一样了。而河流在上游，尤其是在山谷地带，受到地形地势的影响，其流向千百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二，由于河流蜿蜒曲折，《山海经》无法用1、2句简短的语言来描述河流的完整流向，因此只能描述其大致流向，或者是指描述其在当地的流向。因此，只要河流的当地流向或主要流向符合山经中的描述，我们就予以认可。确定了北次三经前段的走向和起止点，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确定山海图的比例尺了。利用 Google Earth 的测量功能，在 Google Earth 上按照刚才确定的走向和路径来精确测量北次三经前段的长度。
我们的测量结果是 319.48 公里。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北次三经前段的长度为4710里。既然 319.48 公里等于4710里，换算下来，1里等于 0.068 公里等于68米。所以根据这次的测量和计算，可以得到《山海经》中的1里约等于现在的68米，或 0.068 公里。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中次4经，结果实际测量为 120.97 公里，而《山海经》中记载为1670里。按照这次测量结果，可以得到1里等于现在 0.072 公里，即72米。再次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中次7经，《山海经》中记载为1056里，实际测量为 72.69 公里。按照这次测量结果，可以得到1里等于现在 0.069 公里，即69米。根据我们3次的测量和对比，现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山经中的1里大致等于现在的 0.07 公里，即70米左右。各位朋友，请记住这个时刻，这是一次震撼古今的重大突破。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以科学的手段、缜密的逻辑以及确凿的证据，揭开了武藏山经中的1里其真实长度的神秘面纱。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千年的学术空白，更在于让我们离还原上古地理版图前所未有的接近。这样的成就，无论怎样形容它的伟大，都不为过。为什么1里等于70米，而不是100米、1000米？我在这里有个推测，现代人的步幅在 0.6 至 0.8 米之间，100步大概走60至80米。假设古人的身高和现代人相仿，那么走100步的距离也应该是60至80米左右。所以可以如此猜想，在《山海经》时代，1里等于走100步，也就是走70米。而采用100作为静止单位，不仅自然，而且在逻辑上完全合理。我们得到了《山海经》中的1里等于现代70米的结论。根据这个长度比例以及山与河流的相对位置关系，就可以在 AutoCAD 上复原并绘制出完整的山经地图。我们不是重新绘制一幅世界地图或者中国地图，我们只是在中国地图的基础上寻找相应的山经的确定位置。另外，我们是一条山经的分别去定位，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因此我们不需要考虑投影方式。我们以中次6经为例来讲解具体的做法。首先，根据我们之前绘制的山经概略图以及山经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中次6经位于中部地区，整体呈东西走向，它的西段位于黄河南岸，其东段位于洛河北岸以及古水南岸。中次6经的东端临近洛河与伊河。中次6经总长为 56.14 公里。其次，在 Google Earth 上找到疑似中次6经的地方，这个地方大致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洛阳市一带，黄河以南的地区。把这个地区截图下来，放到 AutoCAD 里。截图之前需要利用 Google Earth 的测量功能画一条参考线。中次6经总长802里，即 56.14 千米。我们就在 Google Earth 上画一条长度为 56.14 千米的参考直线。这个参考直线的功能是校准比例尺。下一步是考察山经与河流的位置，以及中次6经与其他相关山经的位置关系。需要时，允许微调中次6经的走向。我们把 Google Earth 截图和中次6经的概略图放在 AutoCAD 的不同图层。中次6经的概略图集最初我们按照书中所述，用小圆圈和线条画出来的简略图。对比之前，先校准比例尺，缩放中次6经的概略图，使得其长度刚好和参考线的长度一致。这样做才能保证我们的比例尺不变，即1里等于70米。对比时，将中次6经的概略图做成透明的模型，固定 Google Earth 截图，移动中次6经的概略图，直至找到符合书中所描述的山经。接着仔细对比各山的描述以及各个河流的流向。山经的走向必须完全符合书中的描述。
河流则力求尽可能满足书中的描写。比如，某山有河流发源并向南流，那就必须要在这山附近找到一条向南流的河流。如果没有正南方向的河流，东南向、西南向也可以接受。北向流动的河流显然不符合要求。如果没有河流从此山发源或经过，此时要参考本经历其他的河流状况。如果其他山峰的河流情况基本符合书中的描述，那么个别山峰无河流经过也可以接受。如果有多条河流流向不符，那么这个经历的整体位置或方位就不对。我们是对整条山经做整体的考察和对比，要求所找到的位置的整体状况符合书中的描述，这样就避免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经过对各个地点逐一比对，并对整条山经进行整体考察，我们最终确认中次六经的起点位于洛阳市渑池县天池镇，沿涧河南岸向西延伸。书中所称的古河即今天的涧河。在到达第9座山长石之山之后，中次六经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本的正西方向微微转向偏南。只有做出这样的调整，才能完全契合《山海经》中河流与山经的相对位置关系。此后，中次六经沿西偏南方向一直延伸，直到终点阳华之山。该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书中讲到的贡水即韩城河，偃冉之水即连昌河，湖水即青龙涧，门水即苍龙涧，洛水即川口河，其余河流为很小的支流，未查到名字。在成功定位所有山经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审视它们之间的整体关系。即便某条山经在自身的描述上完全吻合，如果它与其他山经的相对位置无法对应，就说明这个定位仍然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寻找更合理的坐标。这种整体性思考正是复原山海图的核心。只有通盘考虑，从全局出发，才能将《山海经》从一串文字转化为一幅完整、可信的可视化地图。武藏山经中共记录了315条河流和29个湖泊，在我们复原的山海图中，成功绘制了其中的303条河流，并且有302条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河道。这意味着武藏山经中 95.9% 的河流，其流向及其与发源地或流经地的关系都与现实地理高度吻合。这不仅验证了复原地图的准确性，也证明了《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是基于真实、精确的地理测量结果。至于湖泊，武藏山经记载的29个湖泊中，现实中仅能找到7个。这一差异主要源于气候变迁、泥沙淤积、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等因素，使得中国境内的湖泊面积持续缩小，数量不断减少。例如，禹贡中记载的大陆泽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一带，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湖泊，实载其鼎盛时期面积高达1500平方公里，至明代尚存700多平方公里，但在清朝末年彻底干涸，从地图上消失。利用 AutoCAD 在 Google Earth 截图上寻找、比对与定位山经，看似只是简单的对着图找地方，但真正做起来却是极其细致而繁琐的工作。每一次定位都需要反复放大、缩小、旋转角度，与古籍描述一一比照。每一次比对都伴随着推敲、怀疑、再验证。日复一日，季节更替，我在屏幕前描绘、测量、校正，就这样，整整1年过去，才最终确认了所有山经的具体位置。当最后一条山脉被精确落在地图上时，那种感觉就像是1000年的迷雾被拨开，一幅失落已久的宏伟画卷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它不仅是一张地图，更是一座连接古人与今人的桥梁，让武藏山经不再只是文字中的传说，而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地理世界。这不只是我的个人成果，更是一次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重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收获，记得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下一集我们将深入讲解昆仑山在哪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想更深入研究和学习《山海经》，可以在各大平台购买《复原山海图》一书。本书在美国南方出版社、亚马逊、Amazon、巴诺书店 Barnes and Noble、Books A Million 书店 BAM 等官网上均有出售。谢谢惠顾。